欢迎来到转型起步智慧工厂白话讲堂。今天这堂课的内容主要谈工业4.0的精神、愿景与蓝图。首先要一如既往哈，我们先看到这一页是有关于这个白话讲堂这堂课的相关的概论，以及呢主讲人张超人的背景资料。OK， 那这2页我们还是不讲哈。那对于这些资料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置顶文章里面编号0101010这堂课，这个课号主要就是为了让大家搜索方便。那当然，我们今天谈的是属于在智慧工厂转型里面的第3节课，工业4.0的精神与愿景蓝图。那对于前面的课程有兴趣的话，可以建议去参考一下。那所以说，回到今天的主讲的内容第2类第1章的第3小节，工业4.0的精神、愿景与蓝图。首先呢，我们来做个名词解释我相信大家都蛮常听到工业4.0啦、智慧制造、智慧工厂啦、数位转型，那它们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别代表的意思，简单的说明工业4.0就是一个愿景与蓝图这个工业4.0的由来，我们待会会做比较详细的说明，所以它是属于策略层级的。那智慧制造呢，智慧工厂呢是属于实践的对象在工厂要落地的方向有蓝图有愿景，不代表我的工厂就一定要全部这样做如何去做这样的一个落地的一个计划的执行的项目的筛选，那到时候我们在后面会提到那在整个智慧制造是一个落地层级的应用。那有了这个方向跟目标之后，才是所谓数位执行实践的方向那有关于这一篇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课堂上只有15分钟，所以呢，我并不做详细的介绍，但简单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整个数位转型的目标，当然希望能够以人为主的决策，变成为以数据为主的决策。所以说，在整个企业转型的过程，不能只喊口号，要懂得落地的步骤所以我们要了解整个的工业4.0的蓝图，工业4.0的蓝图愿景。然后再根据我们工厂实际状况去制定一些实践的目标，然后呢才做数位转型的所谓的执行手段一步一步的来。那所以回过来谈，什么叫做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演进史是什么？我常会用这张来看工业4.0是目前比较热门的话题。那什么叫工业4.0呢？我们常会碰到每个人的讲法都不一样。比较常举的例子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去外面参加一个 seminar 下来之后呢，4场8场的这样的一个座谈，然后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讲下来之后，你会发现8个人可以讲8个不同的工业4.0落地的方向。做 ERP 的就会跟你讲，你要 ERP 才叫工业，才能够做工业4.0。做 ROBOT 的时候，你要买 ROBOT 才能做工业4.0。做 AGV 的，你说没有 AGV， 没有这个自动化的车子就不叫工业4.0。做 MES 呢，你非得要 MES 叫工业4.0。做 APS、做 PM、做 PLM 的，所以你会常常听到一件状况，就是说，在一个工业4.0里面的论坛，你会发现每一个主讲者的切入点方向不一样的情况之下，他介绍工业4.0的角度也会不一样，所以常会让很多人听了觉得说，那到底什么是工业4.0？我试着接下来会用3张投影片来做这样的解释那就像一如既往我们在常讲的以终为始，我们来看看每一个工业的革命的演进，它其实都是有目标的都是有目标的。很快带过工业革命的演进史在过去这个瓦特发明蒸汽机1784年的时候，我们呢用蒸汽机来取代以前的受力。在这个瓦特在1870年发明的在爱迪生在1870年发明的电动机之后，我们开始用电动机来取代蒸汽机那到1969年的时候，自动化啦、PLC 啦、PC 啦这种微控制的这些的控制系统，它会用这些所谓的 PLC 来取代传统的配电盘去驱动我们电动机。当然，整个发动过程里面，你会发现电动机也越设计越小，力量越来越大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过去的工业1.0、2.0、3.0都在做同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呢？用最小的动能，用最小的驱动器来去产生最大的动能，来带来最大的产能
用最小的驱动器去驱动这个比较更大的动能，然后来产生更大的产能。这是在过去大量制造的一个基本概念。可是呢，到了工业4.0，强调的是一个智能化，强调的是一个叫 CPS（Cyber Physical System） 虚实整合的系统。虚实整合的系统，它强调的概念是什么呢？它强调的概念，如果以终来看，以结果来看的话，它在带动一个方向。以前过去工业1.0到工业3.0都在做 mass production， 大量生产、大量制造。可是工业4.0在做一件事叫大量的客制化 mass customization。什么意思呢？基本上你可以把 mass customization 大量客制化当做是少量多样。举个例子，以汽车来说，裕隆汽车呢，当然在大量的生产过程里面，在过去它可能根据市场调查，来去做产线配比的排产。举例来说，根据过去的市调，白色的车需求量最高，这个蓝色车次之，红色车再更少。我举例。那比如说这次呢，我想要未来3个月我要去生产20万辆的车子，那我可能这个月先排个5万辆的白色车，3万辆的蓝色车，1万辆的红色车。所以呢，生产计划是来自于几个月前就制定好。可是呢，在 mass customization 比如说今天你在台北去订了个 Volvo 的车子，然后订个 Volvo 的车子完了之后呢，你就在台北的一个门市里面直接下单，我要核桃木，我要加宽轮胎，我要铝合金钢圈，我要巴拉巴拉一大堆不同的客制化的需求。那这些客制化的需求呢，就会被台北营业处那边的系统直接登录完，下完订单完了之后，这个订单就直接下到了德国总部去做生产。而你会发现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生产计划在整个的工业4.0，在整个 mass customization 大量客制化的需求之下，它的生产计划流程不再是几个月前制定，它的生产流程是依据最新的订单，根据它的订单需求进来之后去做产线上面的调度排班。怎么调度排班呢？第一个，它确认这订单数位化，所以说它可以知道这个订单进来的时候，它包含了哪些的泵的元件。这些泵的元件呢，在我的库房里面，它是否有库存？如果没有库存，我如何跟 supply chain 通过 supply chain 去跟我的供应商调货备货？在我下单之前，我如何去做好起套料，以避免在生产过程里面出现了断料的危机。那我要去排单生产，也不可能随便乱排，所以呢，我会需要有 APS 自动化排程系统。那我要去做这样的东西，做这样的一个设计，那势必我要跟研发单位整合在一起。PLM Product Life Cycle Management， 从当初的设计到设计完的每个元件编号，这些元件编号如何在工厂里面，如何去在库房、在供应商的去连接。CAPP 有关于电脑辅助制程的规划。supply chain 去跟我的供应商去做连接，然后去做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派工啦，送货啦，整个智能排程、智能生产。那你需要个 PLM 的部分，就是说从 PLM 我们知道做 R&D 生产完了之后，它会产生对生产制造来说，它会产生2个主要的表格，一个叫 BOM 泵表，有关于这个生产过程所有的材料，一个叫 BOP Bill of Process。Bill of Process 就是说，它会把生产过程里面的每个制程的工单的站点排程出来。那这工单呢就会下放到 MES。所以我常讲MES 不是万能，MES 只是一个根据系统或根据人为去下单的系统。所以说 MES 只是根据我的生产需求去做排单生产，排单生产过程去记录它的人机料法环，什么样的制程用什么样的人，谁做的，什么样的机器，什么样的来料，什么样的 recipe 方法，什么样的测试条件跟环境。所以 MES 没有那么伟大，MES 在做的就是自动的去记录整个生产排程的过程，以及呢生产过程里面的 check in check out 站点的时间，以及呢你生产过程里面所记录下来的相关的量测或生产的数据，然后去建立所谓的生产履历跟品管的资料。所以呢，我们常讲说 MES 没有那么伟大从订单下来之后，进入到MES 系统之间
有一堆事情要做。那这些事情来说呢，谁来做？过去都是人做，但是在智慧工厂里面，在工业4.0的概念里面，就是希望这一段都是由系统来协助去完成。协助完成了之后，再把这个结果丢到 MES。所以再次说明MES 没有那么伟大，MES 只是帮你去做执行生产制造而已。所以呢，到目前为止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智慧制造的工厂，它的前段，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话，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去完成。那这个东西的投资的费用是很高的。那根据这个投资完成之后，你当然不希望这个设备本身在执行的过程里面，会因为设备的宕机、设备的产能的匹配不均匀，而造成我产能上面生产的影响。所以呢，如何跟机台之间取得一些相互的协同，宕机的时候如何去做备援？那我怎么知道这设备宕机呢？那当然来自于物联网的连线，也就是机联网的连线。根据机台充分的 sensor 去反映它的机况，那这边牵涉到一堆的所谓的标准的讯息通讯的技术 ，PLC 啦、Modbus 啦、MQTT 啦，或者是半导体的 SAS 啦，或者其他相关的部分，那这边去做连接，那这些连接才有办法让 MES 能够取得真实的生产资讯。所以回过来讲，物联网 IoT 在做什么呢？去做 real time 的 monitor， 让你的生产的状况能够及时的去反馈。Machine 呢在做个 real time 的 response， 当我机台出现或者生产出现任何的异常状况之后，在现场要有机制去做这个 real time 的 response， 去做修复的动作或备援的动作。而 MES 呢，在做一个 real time 的 execution， 在做一个生产履历的记录、生产品质的管控，而且也同时做生产线上面的防呆。然后进一步的话，在智慧工厂这一块里面的上层系统，还有一些 real time 的 decision， 也就是根据订单下来的时候，我如何去派工，如何去做排程，如何去调料相关的部分的动作，然后才有个 real time 的 business。所以说，如果回到刚刚所谓的 purpose 以终为始的概念，工业4.0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不外乎就是要让我的生产管理透明化，这是一个工业4.0达到的概念。那有这个透明化的讯息，我才能够去做 real time 的展现的配置。那当然回过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工业4.0呢，它的背景是来自于德国大厂，为了确保它的这个大厂的地位，然后它本身可以想象得到刚刚所描述的这些的系统功能跟效益，它的投资的资金非常的庞大。那所以说，在一个所谓的少量多样，在一个人工成本高，在一个毛利率高的一个制造业来说，它是非常适用的。但是呢，台湾有很多产业都是在所谓的产品的上游，从 IC 啦到 PCB 啦，到这些的 component 的一些的组件呐，到机械工业加工呐，你会发现很多产业它在上游产业，它虽然也有少量多样，但是它本身的制造的数量跟成本跟毛利率跟这些的德国大厂来说是没办法去做匹敌的。那所以说台湾有很多大型企业，有很多的中大型企业和所谓的中小型企业，那并不是所有的中小型企业的厂商都适合一个那么大格局的工业4.0的需求。所以呢，在这边，那你可能会去觉得说，那工业4.0是不是不适合我？其实也不是哈。工业4.0它毕竟带来一些损失哈，包括唤起了大家对于生产自动化的重要性。过去呢，台湾的很多中小企业都是在讲直白一点，就是所谓的在石头里面榨油哈。我们会尽量的在产线上面去规划，去想办法去得到更多的毛利，那比较忽略了跟生产资讯的整合。然后当整个产业发展到现今，从大量的 mass production 到 mass customization， 少量多化这些差异的需求进来之后，那其实呢，我们对于所谓的生产的讯息的管理，被客户的要求也增加。所以呢，在我过去所辅导的客户里面，我也常会跟我的客户讲，与其追求工业4.0，这么大的一个目标跟方向，那不如专注于智能化生产的提升。比如说去做一些自动化的生产啊，自动化的资料收集来减少人为的作业疏失啊，
paperless，当我的少量多样的产线在更换的时候，那无纸化其实可以减少我作业员的一些负担跟人为的疏失。traceability 做生产履历的追溯，这个对于客户在做资讯的追踪，产品的追踪，客诉有很大的帮助。transparency 如何让我的工厂管理更透明化，让我的主管让我的厂长都能够在办公室就直接能够去了解整个产线上的状况，如何去做更早的去 early warning 来确保我品质的提升，如何去做，甚至进一步去做所谓的预防保养、预测保养，来提升我产能的稳定性跟产品交付的 on time 的交付周期。所以说建议从产业的，所以我会建议说从产业的本质来看智能制造的需求，不要为了工业4.0而4.0，不要为了自动化而自动化，不要为了自动化而去买机器手臂。你要去从你的产业的本质、你的客户的需求的考量、你的实际上生产的需求，从投资报酬率来审视你对于智能化生产力的一些需求。那当然呢，投资报酬率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常讲，你不能用一个 robot 的造价跟一个作业员的成本的薪资来去做对等的这个投资报酬率，这是不适合的哈。因为生产自动化的目的，除了减少人力之外，更多的在我提升产品、提升企业形象、提升这个产品的稳定度，和这个减少我这个人为的疏失相关的这些的系列部分，它其实做了很多的附带价值的提升。所以你真的不能纯粹用机器手臂的造价跟作业员的造价，作业员的薪水去做比较。如果是的话，那你会发现你的智能制造是永远走不下去的。OK， 今天有关于工业4.0的介绍先到这里哈，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我们会在未来针对 MES 去做一些更详细的说明跟落地的说明。然后呢，我们也会去协助我们的客户去做所谓的成熟度的5阶段的 SMMM，Smart Manufacture Maturity Model， 智慧成熟度的一个调研。那如果有需求的话，也欢迎跟我们联系。那透过这东西，你可以更了解整个工厂内部的一个智能制造的成熟度的一个现况。OK，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那一样最后我们提醒一下，影片的制作不容易所以说希望各位能够帮助我们点赞、订阅跟分享。那一样我们维持每周一到每周四晚上的8点更新有关于智慧制造相关的议题。好，谢谢各位，拜拜。